大家好，我是钟子通。一年又走到了尾声，就让我用这部作品跟大家分享12月份我喜欢的作品，一样希望大家会喜欢。那首先第一部肯定是要讲到今年年底甚至全年度阵容最豪华的大礼包 SONE560。那向来都会有人说这种大共演实用度很低，为什么片商还这么爱拍？再加上即使本作找了21位女优，但是它的价钱还是跟1位女优演出的作品价钱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在成本上是非常吃力不讨好啊。那为什么要做呢？其实这算是一种片商展现自己实力的方式。S1 作为业界龙头，就用这种作品来秀肌肉，展现自己专属阵容有多豪华，实用度就相对没那么重要。而且这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就是本作是我们大河北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的共演计划了。没错，没有意外，就是只有这一部跟1月的风俗大共演没了。从他发文就可以感觉到，片商跟经纪公司肯定也是费尽9牛2虎之力才让他点头。但老实说，这个共演形式，尤其是你跟我一样看过最后一段大乱斗的话，我觉得还是只能说真的，目前只有河北才能得到这种2楼式共演法的待遇，也让本作虽然阵容堪称12强台湾队等级的强大，但是实用度上只有富邦悍将的水准，比较适合拿来当欣赏用的摆设。接下来这部作品呢，相信也是近期最令大家伤心的消息啊，就是新有菜在自己的直播呢，公布自己即将在2025年12月隐退的消息。也就是说，这部 MIDV 999可以说就是隐退倒数的开始。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有像当时山上那种巡回演唱等级的隐退计划，但相信 Moody's 是不会怠慢他的。毕竟当初不管是在 S1 横空出世，或者是移籍法雷诺引起的震撼，以及再度移籍 Moody's 都是惊动整个业界的等级。那作为史上最强悍的美腿女优之一，就请大家好好珍惜她还在演出的时光吧。再来我们看到是由美原荷花跟弥生美月演出的 DASS 534。那这部同时也是很多人最近在说，发现自己看到错误的鱿鱼游戏了的出处。那这部作品呢，就是美原为了救自己的男友去参加这个赌上性命的游戏。途中也是高潮迭起啊！比起血浆撒很大的鱿鱼游戏，这个鲍鱼游戏撒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最后还有剧情大反转，真的非常精彩。美人小姐在本作的演技跟作战演出都相当实用啊，非常之推荐。今天的中场游戏呢，是我们台湾篮球迷最想看到的高尔夫球推杆游戏。只要将球推进洞内，就能抱走20万奖金。那我们就请我们粉丝开始推杆吧。哇，前面几球竟然都不进，没关系，现在让我们欢迎 Surfshark 提供的推杆游戏洞口进场。嘿，等等，为什么洞口突然变得那么大？没有错，我们 Surfshark VPN 就是这么造。只要是我们 Surfshark VPN 出场，不管是高尔夫球、篮球、现实世界还是网络世界的入口，都能让你畅行无阻。现在只要在网址输入 surfshark.com/fingermaster56，或是直接点击我们资讯栏连结，就能立即加入。除此之外 ，Surfshark VPN 同时支援超过上百个国家3000多个伺服器，在畅行世界的同时，还能隐藏我们的网络足迹。现在加入，只要在网址输入 surfshark.com/fingermaster56，就能立即享有4个月免费使用期。想跟我一起畅行世界没有阻碍吗？你还在犹豫什么？快点加入吧！接下来这部作品是明理筹的 IPZZ428，那题材十分有趣哦，就是制裁传销业务。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啊，被认识很久没联络的同学朋友找出来，或者是被容貌不差的异性搭讪，结果一谈之后才发现是在做直销，可以说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在攻击啊。那本作明理就是担任这个美人刺客的角色，想不到却踢到铁板，对方直接以拖代变，逼得明理只能用肉体诱惑才能得到对方入会的首肯。只能说明理在这行的资历可能太浅，骗人的竟然先被骗，最后就是人财两失，可以说是相当警示的作品了。再来我们看到是田野优的 SONE470，在去年的 AGA 和 TSE 之后，相信大家都有实际见识到他的身材到底有多暴力了。那更令我吃惊的其实是他与粉丝的互动力，不仅非常亲和热情，口条也十分好，让我相信今年在海外的活动他会继续大放异彩啊。那我们下一步来看到的就是实
川绫的 MIDV 946，从封面开始就是剧组毫不掩饰自己对石川的想法。星期天早上看到这么可爱的石川，就忍不住1枪、2枪、3枪，不是，那是别人。总之就会强调这个早上起来一路做到傍晚的纯爱感。确实啊，要是有像石川一样可爱的女朋友，应该也是假日都不会出门的。但是还是要讲啊，早上起床的时候想要亲密接触的话，建议先去刷牙，不然可能会有点尴尬。接着就是宫本流一的 EBWH182 这一部的题材就是，为什么公司的宫本小姐业务能力这么强，订单都能稳稳拿下呢？原来是因为她都用她的肉体来做交换，这么强的身材，业绩当然是手到擒来啊。那紧接着就是这部风花恋的 IPZD435，剧中她扮演一位女老师，想不到在休学旅行的场地考察，竟然跟有性骚扰记录的同事一起出差，而且还要同住，靠腰，这间学校未免也太扯。那曾经被骚扰过的风花恋呢，这次就逃不过狼爪，只能忍受这个屈辱。必须得说啊，这种工作场合的权势骚扰，不管是任何形式，都应该严正谴责并阻止。那么接下来就会介绍温牌的 MIDV 975，这同时也是他移籍 Moody's 之后的首部作品。那一样也是多次造访台湾的女优。懂做效果，肯给福利，身材也够猛，感觉可能是当初那部出道作品评价实在太尴尬，导致温牌身世并没有预期中这么强大。但是他的优质有目共睹啊，就希望他移籍之后可以带给大家更多更精彩的题材，偏重口味的作品肯定也会更多，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紧接着这部是丰富爱的 SONE496，老实说这应该是这个月最惊悚的作品了，因为封面上就写着隐退，真的让人吓死。那原来这只是剧情设定，描写由丰富爱扮演的知名跳高运动员在体育界奋斗15年后决定隐退，但想不到退役之后等待着他的却是跟赞助商大佬们无止境的肉体接待。说真的，这种情况我相信也是会发生在现实世界。毕竟如果只有体育一个专长，在退役之后又无法维持收入的话，有时候就会落入这个窘境。那这也是各个职业联盟以及工会应该要去考量到的点。接下来则是七泽美雅的 MIDV 962，果然到了年底还是要有七泽。这部经典的第一人称视角也不需要太多赘述，就是看就对了。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部是色乐系日的 CAWD739，虽然头一直是歪的，但是颜值肯定是正的。再加上这一部的眼镜造型真的非常可爱，如果是眼镜控的朋友，年底观看名单绝对要有这一部的吧。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藤孝武演出的 IPZD440，也是本月份 Idea Pocket 的新人，号称是喜欢陶艺的女大学生。那确实在气质跟外形上都相当适合 Idea Pocket， 就是看接下来的作品发展了。那接下来这部是小坂日葵的 SGKI039， 比较像是搞笑作品的一部，剧情描写小坂小姐扮演一位游乐园吉祥物的扮演者。那这种吉祥物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人看到头套拿下来的样子，所以她也是严守这个原则。那因为天气很热，她就在布偶装里面脱光了，想不到被人发现啊！那这个姣好身材当然就被同事给玩个爽。但是即使在这种状态下，她依然坚守防线，没有把头套拿下来，真的是太厉害了。然后要看的就是这一部宇野美玲的 SONE544，同时这也是她的隐退作品。说真的蛮难过的，因为不管是论颜值、气质以及身材，我个人都认为她即使在强者云集的 S1， 还是很有发展空间。想不到这么快就隐退啊，真的是只能看这部隐退做怀念了。我们接着看的这部是紫光的 IPZZ425， 作为 Idea Pocket 的大车头灯代表，这次演出的是粉丝感谢祭的题材。那我会选这部的原因也是很简单，因为这一部的粉丝都是戴摔角头套，蛮有亲切感的。接着我们看到是肉户里凡的 MIDV 949，又是一位 TSE 有来台的女优。看完这部作品之后，她也即将转型成企划单体女优，将会到各家片商跑透透，相信会有更多样化的发展。其实她真的非常奇妙啊，在这么暴力的身材跟可爱的外表之下，却还能跟你大谈侯孝贤跟蔡明亮。真的是深度与色度兼具，让我一直想跟他交流更多一点。然后再看到这一部就是小臭事业的 START194，这次的主题是新闻团队。大家应该知道，认真的记者团队是兼具高机动、高压力的艰难工作。那小臭小姐的团队完全就是这样啊，在这种环境之下，积累的欲望也是非常多。于是团队主管小臭就经常跟属下记者来一场激烈的交手，甚至有时候没洗澡，全身还是汗，就直接在工作空间开战，真的是非常
刺激的一部作品。OK， 那接下来这部作品 SDD-741，我觉得还得敬佩 SOD 的企划能力，总是能想出一堆莫名其妙的题材。那相信不少人应该都有去过之前在竹地，现在在丰州的鱼市场。本作主题就是这样，只是鱼体变女体，这些女优就变成拍卖标的，供客人下标取乐。那夸张度跟娱乐度都蛮高的。但说真的，这算是我看过最物化女性的题材之一啊！而且老实说，这个题材如果给一些比较变态的导演来拍，可能就变成 R18G 的主题了。也请大家记住啊，本作这些都是虚拟剧情啊，请不要当真啊。好，那今天最后一部作品就是林春爱里的 ABF184。那这部作品的题材内容其实比较看不出来，介绍上写说要刻画这个女优对做菜有多大的热爱。OK， 那实际看到内容，我会觉得，其实还蛮像在演 MG Stage 的素人作品的感觉，因为那个场景跟桥段真的太像了。其实这也很正常啊，因为这就是他拍摄出道作品的场景啊。当然，这部由林春来演出就非常好啊，不只是有一种回归初心的怀念感，而且还能直接跳过那个看素人作品可能会被封面诈骗的环节，可以直接享受林春的精湛演出。虽然是比较清水的约会型做菜作品，但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好，那以上就是2024年12月份的推荐作品，大家新年快乐！希望新的一年也能保持身体健康，继续看片。我是钟子通，我们下次见。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感谢你的收看，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谢喽。